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期的加密地图呢，我们去到了韩国，本期是加密地图的第二站，日本。先说一件发生在20多年前的怪事儿。那个时候呢，伦敦和纽约的外汇交易员慢慢的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天一到日本时间的中午，汇率就会莫名其妙的抖动一下，不是什么大的行情，也没有对应的新闻，但它就是会动一下。一开始呢，大家以为是哪一家的日本的银行在调仓，后来顺着查了下去，答案让整个的交易室全都愣住了。那是日本的家庭主妇和上班族在午休的那1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有的人呢吃着便当，用家里的电脑顺手买了1笔美元，几千个、几万个这样的人加在一块儿，就真的把汇率给推动了。英国的经济杂志后来给这群人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渡边太太。为什么叫做渡边太太呢？因为在日本姓渡边的人比较多，这个名字呢后来传遍了全世界的交易室。好的，我们现在呢回到加密里边来。在做这一期的节目之前呢，我心里其实大概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我本来准备讲的是日本的监管它为什么是全球最严的，毕竟大家对日本的印象都差不多，保守、谨慎、规矩多。当我查到第一份资料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震惊了。根据行业协会当时的统计，2017年日本国内的加密的交易量有8成是杠杆交易，现货交易连2成都不到。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当中的那个保守的市场，而是全世界最敢赌博的市场。而这批人里边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群新的赌徒，他是那群渡边太太们换了一张牌桌，从早期的玩汇率到后来的玩加密。所以这一期我真正想弄明白的不是日本为什么监管这么严，而是一笔没有利息的钱为什么找了30年的出口。要理解渡边太太呢，我们首先得理解他手里的那笔钱。他们手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战以后日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工资在不断的上涨，房子也在涨，股票也在涨。很多的普通家庭就是在那个年代里边一点一点的把家底儿给累积起来的。可是后来呢，经济泡沫破裂了，房地产下跌，股市也下跌了，日本进入了漫长的通缩时代。从那个时候以后，日本家庭开始变得越来越保守，赚到的钱不再敢去拿去投资，而是更多的留在银行里边。于是呢，在几十年当中，这一代人的财富就一直静静的躺在银行的存折里边。根据日本央行的资金循环统计，到了2026年的3月底，日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大概是2386万亿的日元，大概相当于101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相当于日本几乎把一整个国家的财富全都放在了家庭的手里，而这笔钱长期有1半以上都是现金和银行的存款。直到最近的几年，这个比例才下降到47%左右。那么这里我们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惑，日本人难道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吗？他们手里边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拿去投资呢？这里就是日本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最不一样的地方。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是长期的处在通缩里，如果你把钱放着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东西会越来越便宜，你什么都不做，手里的钱反而会越来越值钱，你去投资还可能会失败。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日本人什么都不做，在当时就是最好的理财。但这件事呢，它也有一个代价，大家都把钱放在银行里边，银行呢也给不出高的利息，于是日本的利率就被压到了地板上，银行存款的利率几乎接近等于0。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把钱放在银行里边，它很安全也很稳定，但是呢它就是不涨。这里呢我们先停一下，如果你看过上期的
韩国的加密地图，你会知道我们谈过一个首尔的年轻人，即使他不吃不喝，他也要积攒22年才能够攒够买房的首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而且他也看不到希望，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冒险去搏一把，不冒险根本就没有机会。但日本这边呢，几乎完全是反过来的，钱是有的，而且很多，只是这笔钱在存折里边躺了30多年。所以当日本人开始想追求高收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指望银行，也没有办法指望利息，他只能靠自己出门去找。而这笔钱第一次出远门去的地方不是股市，是外汇。90年代末期呢，日本逐渐放开了外汇的管制，普通人第一次可以坐在家里边直接交易日元和美元。这件事儿对渡边太太来讲几乎就是量身定做的，开户不难，不用去交易大厅，一台电脑就能够参与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可以赚汇率的钱，还可以赚利息的钱。那个年代呢，日本的利率几乎是0，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利率却高得多得多。于是很多的日本人开始做一件事儿，拿着几乎没有成本的日元资金去买高利率的外币，只要汇率没有大幅的反着走，每天的利益差都在替他赚钱。后来呢，这种利用低利率日元配置高收益货币的策略被全球的市场广泛的称作日元套利交易，也就是元 carry trade。而日元套利交易的主力之一就是这群渡边太太。但真正让这张牌桌变得危险的是杠杆。在最疯狂的时候呢，有的平台可以开到400倍甚至500倍的杠杆。400倍的杠杆意味着，假设你有10万日元，你就可以撬动4000万日元的外汇交易。赚的时候疯赚，但亏的时候呢，汇率只要反向的波动不到0.3%，你的本金就全部亏光。而这种幅度的波动，有的时候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的人在午休的时间赚到过1辆车的钱，也有人呢在1个晚上把几年的积蓄直接给清零。还有人昨天赚了1栋楼的钱，今天直接从这栋楼的楼顶上跳了下去。后来日本的金融厅再也看不下去了，终于出手了。2010年的8月，个人外汇杠杆上限被压缩到了50倍，11年的8月再压缩到了25倍，行业呢也跟着洗牌，有一批平台直接消失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记住这段日本的外汇历史，先放开杠杆达到了400倍、500倍，然后出事了，最后一刀切的压低杠杆。7年以后，同样的操作在加密的那张牌桌上原封不动的又来了一次，而且这次下手更快也更狠。2017年全球的加密市场迎来了第一轮的大牛市，对渡边太太来讲，这是一张全新的牌桌。它比外汇的波动更加大，24小时无休，而且呢它也能开杠杆。所以我们开头说的那个数到这儿就说得通了。日本的加密交易有80%是杠杆，2%是现货。但这个并不是因为日本突然冒出了一批新的赌徒，而是因为这批人渡边太太们本来就在，他们已经习惯玩杠杆了，只不过现在牌桌给换了。但是就在这群渡边太太坐上这张新的牌桌之前，东京其实已经出过一次大事儿。2014年，一家叫做 MTGOX 的交易所突然倒闭了。这家交易所呢，在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全世界80%的比特币交易都要经过它。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宣布我们的比特币不见了，凭空消失了。这件事儿全球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但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略，它不是发生在纽约，也不是发生在伦敦，它发生在日本的东京。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一次损失的钱大部分都不是日本人的钱。 MTGOX 的用户来自于全世界的世界各地，所以那次日本感受到的不是心疼，而是尴尬。全世界最大的一家交易所倒在了你们家的门口前，而你呢，甚至你都说不清它在法律上到底算是什么。于是2017年的4月，修订后的日本资金结算法
生效了。从那天起，在日本经营加密交易所必须登记注册，没有牌照就不能收客户的钱。日本呢，也正因为此成为了全球最早的给交易所发牌照的国家之一。我们一直因为日本的加密没有什么动静，常常以为日本的加密很落后，但其实呢，日本的加密一直走在最前面。但它走在最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很有远见、很有创新，而是因为它最早交了学费。但是请注意，这一次日本政府管的是谁能开店，谁能收钱。至于坐在牌桌旁边的那群人，渡边太太们，他们能下多大的注，一个字都没有提。那年的冬天，渡边太太还是坐在牌桌旁边，而且他们发现这张新的牌桌上的杠杆比外汇的那张要好用得多。杠杆的多少没有人管，它是由各家的交易所自己来决定的。但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张牌桌只剩下9个月能玩的时间了。2018年的1月26号深夜，东京涩谷一栋写字楼的楼下聚集了大约200多个人，有记者，有警察，但更多的呢是普通人。他们大半夜的跑过来，这样问一句话：我的钱到底还在不在？到底在哪里？这一次呢，和 MTGOS 不一样，这一次损失的就是日本人自己的钱。那一天，这栋楼里边的一家公司 Coincheck 丢失了大约580亿日元的加密资产，5亿多枚的 NEM 的代币被人给偷走了。而公司呢，是在过去了11个多小时以后才发现这批代币被人给偷走。但真正让我在意的不是这个数字，而是其中的一个细节。Coincheck 当时在官网上宣称的是，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通过冷钱包管理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但 NEM 代币不是，它是被放在了热钱包里边。也就是说，这些币是一直连着互联网的，而且没有采用官方建议的多重签名。翻译一下呢，它就是这些 NEM 的代币确实被锁在了保险柜里边，而且呢，这个保险柜只有一把钥匙，但这把钥匙呢被挂在了保险柜的外边，小偷随随便便的就把里面的钱给偷走了。公司事后的说法是，冷钱包已经在做了，只是没有赶上，多签也知道应该做。所以问题从来就不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问题是没有人去检查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做。而这一次呢，为这句话买单的是楼下的那200多个渡边太太。接下来的事情来得很快，2019年日本完成了修法，20年正式实施，交易所必须把大部分客户的资产放进冷钱包里边。与此同时呢，日本的法律也不再使用虚拟货币这个名字，从这一刻开始，它被正式的称为加密资产。但对渡边太太来讲，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一条，在加密的这张赌桌上，个人的杠杆上限被压缩到了2倍。还记得我们在第2章那段所说的外汇的历史吗？外汇的杠杆开始是400倍、500倍，然后是50倍，最后被压缩到了25倍。加密这边呢，一开始各家自己定加密杠杆的倍数，行业自律压到了4倍，最后法律直接把它给按到了2倍。同一套动作第2次上演，时间间隔只有2年的时间。今天2026年，在日本炒外汇你能开到25倍，炒币你只能开到2倍，差了10倍以上。渡边太太们的第2张牌桌就这样在2020年被收走了。牌桌被收走以后呢，渡边太太们在加密里边的那笔钱去哪儿了呢？答案有点出乎意料，他们没有走，只是不动了。根据日本行业协会 JVCEA 的统计，到了2025年的10月底，日本国内累计开设的加密账户已经超过了1347万个。这里必须讲清楚，这是累计的账户数，并不等于真正的有1347万的人。同一个人呢，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交易所开好几个账户，所以千万不要拿它去和上一期的韩国的那1630万人做直接的对比。但就算我们打一个折，这个数字呢，也说明渡边太太们还依然在场，人在，账户在，钱也在。那他怎么不玩了呢？我查到最后发现还有一道门，这道门不在交易所里边，也不在监管的条文里边，它在报税表上。在日本，
加密的收益长期被归类为一个叫做杂所得的税务分类，它又和工资收入一起来计算，是用累进的税率再加上住民的税，最高税率接近55%。而股票和外汇呢，同样是在日本，同样是投资，却是用分离课税，税率只有20%。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今年赚了100万日元，如果你是炒股所得，你要上缴大约20万，但是如果你是炒币所得，那么最高你要上缴55万。同一个人，同一笔利润，只是因为赚钱的方式不同，最后交出去的税可以差出1倍以上。如果是你还会频繁的买卖加密货币吗？这里我说一句自己的判断，这不是已经被证明的因果关系，只是我觉得它很符合人的行为逻辑。我觉得日本的政策所改变的不是要不要买，而是要不要卖。因为只要不卖，你就不用交税。于是呢，少交易、少换币、少做短线、长期持有，在日本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合理的选择。而一个市场里边真正提供流动性的，恰恰就是那些不断交易的人。所以你把韩国和日本给它放在一块儿来看，你会感觉特别有意思。两个国家其实都在管，只是管的位置完全不同。韩国呢是把门给它修在了入口上，实名认证、绑定银行、资金进出一道一道的审核，一旦进去，里边就非常热闹，热闹的不得了。日本呢是把门给它修在了出口上，进去很容易，可当你要把利润变换成现金的时候，那张报税表一直在那儿卡着你。于是呢，那个曾经午休的时候炒外汇的，那个后来把牌桌换成加密货币的渡边太太们，到这里慢慢就变成了加密货币的长期持有者。他没有离开，也没有认输，只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故事讲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觉得日本应该还会继续关门，毕竟前面每一次的改变都是因为出事儿。MTGOS 是这样， Coincheck 也是这样，但2024年又出了一件事，日本的交易所 DMM Bitcoin 遭到了攻击，损失了大概482亿日元。后来日美两国联手调查，一致认为幕后的黑手是朝鲜的国家级的黑客组织拉萨路。很多人看到这儿呢，第一反应就是管得这么严，不还是被偷了吗？这句话是对的，但你要知道，制度能做到的是客户的资产分开保管，是出事儿以后有人来赔偿，但制度做不到的是保证不出事儿。尤其是当对手是国家级别的黑客攻击，但真正让我意外的并不是 DMM， 而是 DMM 之后日本所做的事儿。因为前面的2次日本都是被打醒的，这次呢不太一样。2026年的4月，日本的金融厅主动向国会提交了法案，7月法案正式通过。这是日本第一次不是因为一场危机，而是主动的重新定义加密。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前在日本的法律的眼里，加密货币是一种支付的手段，但从现在开始呢，它是一种金融的商品。跟着来的还有内幕交易的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要求。但对渡边太太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只有一条：税。根据2026年税制的改革，符合条件的加密资产未来呢将适用于20%的分离课税，还能够结转亏损。也就是说，未来最高55%的综合课税有机会降到20%左右。那道修在出口的门终于开始松动了。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比税更加值得关注。2025年，日本第一个合规日元稳定币 JPYC 正式发行，到了2026年的年中，累计发行额30亿日元，开户大约是1.9万个。这个数字呢，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透露出了一个信号：这次日本想请渡边太太们去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牌桌，而是一套金融基础设施。30年前，渡边太太们把钱给他放进银行，后来为了追求收益，他们走向了外汇，又走向了加密。一路上这个门越来越窄，今天呢，这道门终于开始慢慢的打开。可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制度了，而是渡边太太们。当一个人30年都已经习惯了保守，当这个门打开以后，
他们是否还愿意重新走出来？很多人了解了日本的加密历史以后，会觉得日本的加密政策有点过分严格了，它也因此而错过了整个行业的周期，杠杆被按到了2倍，上币速度极慢，高波动的品种很少。结果呢，就是想玩的人去了海外的交易所，想创业的人也有不少离开了日本，流动性是用脚投票的。另外呢，即使政策严成这样，也没能防住朝鲜拉萨路黑客的攻击。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政策的严好还是松好，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愿意用多少的流动性去换多少的确定性。韩国的答案呢偏向流动性，日本的答案明显的偏向于确定性。而且日本的这个答案，它不是坐在某一个会议室里边想出来的，它是经历过几次的事故以后，用真金白银的损失换来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很难说它是凭空出来的。所以日本的加密世界为什么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会说，这不是一个关于监管的故事，这是一笔没有利息的钱找了30年的出口的故事。它从存折里边走出来，去了外汇，杠杆被从400倍压缩到了20倍，它又去了加密，最后呢，杠杆又被压缩到了2倍。每当它跑得太快，这个社会就会伸手把它给按回去一点。加密的地图走到第2站，我们已经看到了2条完全不同的路。韩国呢是把加密变成了一种大众的文化，日本是把加密写进了自己的法律条文。但这2条路没有一条是提前设计好的，他们都是被各自的意外、各自的损失，还有各自的社会一点一点的给推出来的。最后呢，留下一个问题，我也很想看一看评论区里边是怎么说。如果让你来选韩国这种更疯狂的市场和日本这种更严格的市场，你更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哪里？加密地图的下一站是台湾，一个有2只矛盾的手的地方。一只手呢是把钱给它按在银行里边，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一只手呢却忍不住的伸向赌桌。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